上想谈到魏相给宣帝出的主意是废除父封，宣帝深以为然，马上就让魏相记侍中了。也就是说啊，魏相变成了内朝官，是宣帝身边的亲信，方便推行既定方案。那么问题是，废除父封而已，到底能管多大用呢？先前霍光主政的时代，不管任何人给皇帝上书，必须一式两份，一个正本，一个副本。正本和副本一并送到尚书处，领尚书事的大臣，也就是霍光，拆开副本查看，如果认为不合适给宣帝看，就连同正本一并搁置。所以宣帝只能看到霍光愿意自己看到的内容。魏相的建议如果付诸实施的话，那就意味着上书的人不需要誊写副本了，而只要上报一份正本。这份正本按照惯例的话，并不会被密封起来，领尚书事的大臣依然可以看到内容。现在领尚书事的大臣既有张安世，也有霍山。那么我们假想一下，如果霍山看到有人上书弹劾自家人，他会怎么办呢？当然他会从中作梗，直接把这份上书拦截下来，不让宣帝看到。霍山后来也确实是这么做的。所以仅仅废除父封还不足以达到魏相所希望的让信息渠道变通畅的目的。从后来的事情推断，魏相给宣帝出的主意远不只有废除父封这么简单，而是一整套循序渐进的组合拳，要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一步步清除霍氏家族对朝廷的控制力。宣帝很快就会下诏让群臣得奏封事，也就是上书可以密封，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亲手拆看。霍山就算想偷偷拆看，但宣帝精得很，会派中书令把封事取走，根本不给霍山机会，而这就相当于把尚书部门架空了。我们看汉朝政府的组织结构，高级官员合称三公九卿，政府领袖名义上是丞相，但很多的时候丞相呢只是一个吉祥物，甚至比吉祥物还不如。一来什么天灾人祸，就拿丞相当替罪羊，借以民间的不满情绪有个宣泄的渠道。实质上，行使丞相权威的有时候是御史大夫，有时候是太尉，或者是由太尉演变而来的大司马大将军。然而在霍光主政期间，尚书部门忽然变得特别醒目，而霍光一死，忽然有一个中书部门插手进来，让领尚书事的高官徒患奈何。但这个尚书部门只不过是皇帝的秘书处，是少府的下属机构，职责呢仅仅是收发文件而已。按说随便找几个阿猫阿狗都能胜任，每天从各个渠道递交上来的文件确实有可能太多了。而且我们已经领教过，汉朝人写奏书的风格很会引经据典，长篇大论，皇帝如果都要认真看认真处理的话，确实吃不消。那么秘书们为皇帝分忧，对所有奏书做一次筛选，无关紧要的东西就不劳烦皇帝费脑子了。这也没什么不对，但问题是到底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判断标准太主观了。另一方面，秘书人微言轻，没有什么存在感，一般来说奏书不会针对他们发出弹劾，但如果由朝廷重臣领尚书事，问题马上就会凸显出来。原先的制度设计还有上官桀和金密迪他们可以和霍光形成制衡，结果却变成了霍光一个人领尚书事。这就意味着他就算再怎么胡作非为，引发了成千上万的弹劾，也可以轻松弹压得住。所以朝廷重臣一旦领尚书事，就完全可以只手遮天了。宣帝用来制衡尚书的中书部门是武帝时代的产物。武帝把集权程度搞得很高，为了方便自己发号施令，离自己最近的人自然呢就成为了传声筒。离皇帝最近的人当然就是宦官了。宦官当中有文化的就被任命为中书业者令，简称中书令。中书部门名义上和尚书部门一样，都是少府的下级单位，但实际上是皇帝的贴身直属。现在我们从霍光和宣帝的政治运作当中清晰看到了
尚书和中书这两个原本地位很低、毫无存在感的小部门是怎么演变成咽喉岗位的。后来唐朝搞3省6部制，以3个省，也就是3个中央衙门来切分相权，3省分别是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最高长官分别是尚书令、中书令和侍中，3省的职权合在一起，约等于一个汉朝的丞相。而这3省的名称和长官的头衔都是从汉朝来的，原本都只是汉朝皇帝的贴身小秘书、小跟班。现在我们在宣帝执政期间看到的就是3省6部制的萌芽。在霍光过世的这一年，宣帝一方面麻痹着霍氏家族，一方面积极投身政务，当然也不能太积极了。所以宣帝的做法是每5天听取一次汇报，自丞相以下各自报告自己的本职工作，凡是表现出色的，宣帝都会厚加赏赐。我们怀着小人之心来看，宣帝大手大脚的赏赐应该不乏邀买人心的意图。邀买人心的话，首先要争取见面机会，面对面做沟通。那人与人之间很多隔阂、负面情绪，往往呢只要一见面一沟通就能缓和不少。见过面有过沟通之后，自然就会发现对方也是跟自己一样的，是有血有肉有苦衷的人。而越是见不到面，无法做直接有效的沟通，就越是容易把对方想成坏人，甚至魔鬼。只要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看得出宣帝的这一步走得非常成功。宣帝出身民间，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于怎样执政真的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认知。《资治通鉴》描写宣帝这一时期的各种励精图治，出处是《汉书·宣帝纪》，但是《汉书·宣帝纪》的记载过于大而化之了，说宣帝让群臣可以奏封事，也就是可以给自己写密信。宣帝因此了解下情，于是上下相安，各级官员都很尽职尽责。但我们从常识也能知道，任何拨乱反正的事业都不可能这么一蹴而就，更不可能有这样立竿见影的效果。过程当中少不得要有9种81难。所以《资治通鉴》的这一段记载，我们最好把它当成对宣帝执政风格的一种总括。核心有3点：一是循名择实，对各级官员不但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二是注重司法公平；三是在各级官员当中格外重视郡太守。前2点并不稀奇，但宣帝对郡太守的重视心态，应该是从民间生活经验当中得来的。常规的认识是，只要郡太守称职，是个青天大老爷，各地百姓就容易安居乐业，国家因此才可以欣欣向荣。但宣帝认识到，这个因果关系其实并不成立。就算太守大人再怎么清正廉明、爱民如子，但只要任职时间短，或者任职时间不确定，当地的政治一样会很难搞。只有当老百姓，其实也包括基层官吏，都相信本地太守大人有很长的任期，才不敢糊弄他，才会服从他的教化。宣帝的这份洞见，旁观者会觉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往往当局者迷。不仅在宣帝之前，甚至在宣帝之后很多世代，朝廷对地方官的任期往往都不重视。在司马光的时代，这个问题就很突出，地方官特别没地位，一般都是中央官在政治斗争当中败了阵，被赢家赶出朝廷，才会到地方任职。如果政治局势有了变化，朝廷释放善意，那就把他调任到离京城更近的地方做地方官，反之呢，就越贬越远。这样一看，做地方官简直就和流放无异。那么相应的，地方官能在当地如何做事，当地百姓又会怎么接受自己的父母官，就只能各凭造化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议论地方官问题，争论的焦点总是集中在郡县制和封建制孰优孰劣上面。确实在封建制下，贵族老爷世世代代管理自己的封地和封地百姓，对未来的确定感最强，对人的熟悉度最高。贵族老爷大概率上不可能竭泽而渔，更不可能官逼民反，反而呢，只会对底层民众有更多的恩惠，以换取底层民众对自己和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支持。
再者，刚刚讲过的那个人怕见面的道理，在这种政治结构里面同样发挥着作用。贵族老爷和底层民众时不时就要见面，时不时就要一起解决问题，所以并不难形成融洽气氛。而郡县制的地方官只是过客，错几年呢就会走。地方官想的是竭泽而渔，多做政绩，给自己的职场履历表增彩，攀登上更高一层的政治阶梯。至于当地百姓的死活，当然并不是很有所谓。就这样，知识分子争来争去，有说封建制才是亲民政治的，有说郡县制势不可挡的。然而凡是纸上谈兵，就很容易导致极化现象，双方各钻各的牛角尖，越发的水火不容。只有像宣帝这样的实干家，才有可能一眼看出症结所在，一刀切中恳请，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没错，郡县制势不可挡，朝廷不可能开历史的倒车。封建制呢，也确实就是胜过郡县制的亲民政治结构，那就不妨折中一下好了，尽可能延长郡太守的任期，只要他们表现好，就给足他们赏赐，封关内侯都是可以的。也就是说，让他们虽然做的是郡县制下的郡太守，但因为任期足够久，所以给当地百姓的感觉更像是封建制下的贵族老爷。当然，等中央高层出现了空缺岗位，还是少不得调任那些表现出众的郡太守做中央官的。这既是对郡太守的奖励，也是对中央集权下不可逆的郡县制的必要妥协。所以在宣帝的执政期内，好干部层出不穷，宣帝之士号称中兴。但我们不免要问一声了，这就可以中兴了吗？郡太守做的是好是坏，皇帝真的容易看清楚吗？匈奴难道就不来捣乱了吗？我们下一讲再见。